可不可以換一台不要這麼跳的車？願不願意付錢啦？你願意付錢，又可以快，又可以穩，又可以操控好，又可以舒服。你如果不願意付錢的話，那只能两者擇其一啦，好吧？不要再說操控好的車一定很難坐，很不舒服。最近台北老登開到一輛讓我成為自來水的車，請看 VCR。其實現在每一台車我都覺得很棒，但是呢，多多少少有一點大同小異的感覺，因為呢，大家的內飾都差不多，功能也都差不多，豪華程度好的地方還有這個舒適度，我覺得都差不多，大家都很好，都没有錯。但是呢，開到印象深刻的車真的是少之又少啊。所以我為什麼特地的想要把這輛車開出來晃一晃轉一轉，就是因為你很難在一輛家用車上找到這麼樣的一個感覺啊。它在這種上下起伏的彎道裡面呢，可以很好的抑制住車輛的一些俯仰啊，或者是左右側傾的一些姿態啊。重點是呢，我踩了一腳剎車，車竟然不會出現點頭或者是說車尾浮動的這種感覺。那當然就是它這個48V 主動式防傾桿，也就是廠家說的主動式穩定桿啦。通常我們都是有在保時捷或是更高級的車裡面才能聽得到有這樣的一個配備啦。我覺得說這輛車作為一輛家用車，它的底盤表現真的是讓人非常的深刻。雖然說現在已經很少看到這種像船一樣的家用車了，但是呢，操控性非常之一般，這也是大家公認的嘛。那这個支撐性呢，其實對這個車輛的反應速度也是會有一些提升的。你不會覺得說車好像先扭一邊，先跪下去之後，再執行你的動作啊，像這樣，沒有什麼多餘的搖晃，基本上就是一次到位。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感覺。當然，這輛車我覺得還是有一些比較割裂的地方啦。怎麼講呢？就是它的方向盤手感等於0嘛。好吧，你基本上感受不到從方向盤傳來的一種車身的動態啊，大部分就是靠你的身體，尤其是你的腿啊、臀部，才能感受到車身建立起來的支撐性啊，或者是說這個車輛橫向的移動所帶給你的這種拉扯的感覺、這種刺激感啊。那這輛車我覺得講一個比較實際一點的東西好了，它的這個動力很大嘛，大家也都知道，它平常在開的時候幾乎是用不到油的，所以我很懷疑。這車現在里程是2700多公里啊，是不是這2000多公里這箱油都沒有被消耗掉呢？我不知道啦，這個汽油擺太久也是會變質的，好吧？好，那講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動態呢，我們來看一下這輛車的靜態。我相信大家都已經看過很多了，所以我就不說太多了啦。那第一個就是這個前臉中網，或是我們台灣人叫水箱護罩啊，這個真的是非常的具有這種壓迫感的感覺，非常的大。然後這輛車的車身尺寸其實很大，就我覺得啊，從我家這個小區停車場開出來，會覺得有一點點麻煩啦，因為這個停車格現在沒有那麼寬。然後在上車之前，我注意到一個細節，打開車門，看是電動的，然後它的腳踏板也是電動伸出來，其實這很常見啊。但是呢，我個人是覺得有時候它會卡腳，我覺得這個踏板我並不需要，好，所以你其實可以在車裡面設定說，這個踏板在開門的时候它不會自己伸出來，十分的貼心。然後大家剛剛也看到這個門是自動的，對吧？其實啊，你如果不想要它開這個幅度這麼大，或者希望再開大一點，它也可以從裡面設定。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細節啊，但是很人性化的一個設計啊。好，我們現在上車，剎車踏板一踩，方向盤座椅自動回到你原先設定的位置，門呢也是自動關的。大家可能會覺得說，其實現在新車按鍵越來越少，使用起來不太方便。那很多車廠也說要讓實體按鍵回歸，其實這輛車已經算是多的啦。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排按鍵？但我得說，原本我也是很排斥這種什麼語音控制啊、觸控啊，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用。但是這輛車的語音控制真的蠻強的，我來舉例給大家看哈。把動能回收調到最低。好的。大家有沒有看到，像這種屬於車輛車身控制的功能，都可以用語音的方式去控制。又或者是說，來問一個，嗨，Eva，台股元大0050值得長期投資嗎？你問的應該是台股元大台灣50 ETF。好，你可以看到這個車上結合了 AI 功能，所以股票也能問一問。雖然我覺得這個 AI 問股票並不是太準啦。然後質感當然是非常的不錯，能用皮革包裹的，也就會給你皮革包覆，絕對不會有什麼硬塑料啊。然後有這個木紋飾板，那雖然說現在的木紋飾板很多都是塑料的，但是整個處理起來，表面質感非常不錯。然後還有像是這個遊艇的一個把手啊。雖然說這個應該說是一個裝飾性比較高的一個配置啊，因為我相信開這輛車的人應該是不會去真的搞什麼越野，所以這個東西呢只是一個氛圍件啦。
除了這些之外呢，其實這輛車啊，我覺得有一個細節也是蠻打動我的，就是這個車的座椅啊，按摩座椅我覺得很舒服，因為它的按摩啊，這個力道是夠的。然後呢，它連坐墊就是這邊也是有這個按摩的點的，所以你的臀部跟腿部也可以被按摩到啊。那这個2個熒幕呢，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其實整個反應十分的絲滑啦。那其他功能呢，這輛車是沒有蘋果 CarPlay 啦，可能對於海外的用戶來說比較不那麼習慣啊。但是呢，其實在中國大陸市場啊，現在有沒有 CarPlay 已經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因為原生的車機就已經非常好用了，不太需要再用 CarPlay 導航，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裡面像什麼 QQ 音樂啊，什麼亂七八糟的，像是一些影片的網站這邊也都有，所以 CarPlay 似乎是不那麼重要啦。然後我剛剛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功能，就是呢，它有一個懸架自動升高地點啊。顧名思義呢，就是如果你覺得這個地方需要把懸架升到最高，那你可以按一下這個設置啊，把這個地方呢記憶起來，以後車開到這邊，它自己就會升高了。好，一來到後排，先炫技一下啊，嗨吧。關閉左後車門，大家看到沒有？這個都可以用語音控制的。當然，你不想用語音控制也可以，你伸手去外面按這個，或者是它這邊會出現一個關門的一個圖案，你點一下就可以關門了。然後呢，這輛車的後排，我覺得基本上該有的都有啦，冰箱、彩電、大沙發都有了，而且這個座椅的按摩功能還不錯啊，就跟前排的一樣啊，臀部、背部都有按摩。然後小桌板當然是要有的啦，然後這個椅子的角度呢都可以調哦。所以說後排的享受是不錯的，唯一我覺得有一個比較需要算是雞蛋裡挑骨頭的東西啦，就是這個後排熒幕啊，離我們這個乘客座啊是稍微有一點點遠的，所以你要稍微彎腰去。不過好在呢，這輛車呢其實很多功能都可以升空的，你不一定每個功能都一定要去點這個。然後下面還有2個100瓦的 Type C 充電插座啊，這個很重要啊，我用了快充真的就受不了慢充啦。第2排還有一個蠻重要的功能啦啊，嗨吧。打開舒躺座椅，確認打開。大家有沒有看到？其實它還是蠻重視它的一個安全性的，它要跟你好多確認啊。但是為了舒服嘛，這一點犧牲的時間還是值得的。我怎麼覺得有一種要看牙醫的感覺啊？那來簡單的介紹一下後備箱啦。其實後備箱有什麼好講的？無非就是空間大小嘛。但是大家有沒有聽到一個打氣泵的聲音？好，這輛車其實是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就是你呢打開這個後備箱的時候，它後面的懸架會自動降低高度啦。好，其實這個簡短的這個試下來哈，我覺得這個 Ultra 加的版本其實價格稍微貴了一點啊。如果你想要買的話 ，Ultra 版本也可以的，但是我強烈建議選這個70千瓦時的大電池。我覺得你這種城際通行的話，70千瓦时會比較適合你。然後呢，其實以前我們在台灣很早就接觸過吉利的車，大概也是10多年前吧。裕隆這個 To B 熊貓就是吉利的熊貓車啊。那時候我們對這個品牌呢，感覺真的是非常的差，因為真的就是一個能動的鐵盒子，什麼人機工程學都亂七八糟的。但是你現在回頭再來看吉利旗下的車，包含吉利自己、極氪、領克，看起來對不對？氛圍感、設計感都有了，而且也不是單純的堆配置啊。這一點我倒是覺得在大陸這10幾年真的是很有感覺啦。